欢迎收看第11447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我们做一期北京解构节目，来聊一个算是有意思的话题吧，就是毛泽东到底懂不懂民主？那答案当然不是非黑即白的懂或者不懂。我认为呢，他只懂一点点民主。当然这个不是问题他的受教育程度以及眼界就放在那里。问题是他走到了那个能够决定中国是走向民主还是走向专政的那个权力的最高位，这才是问题那我们今天把它详细的给大家解构一番首先呢，要从那个著名的窑洞队聊起就是1945年的时候，黄炎培呢来到延安，他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中国这个历朝历代似乎都逃不过一个规律，一个循环，就是刚刚建立政权的时候呢，人人都很勤奋朝气蓬勃，但是时间一长，官员开始腐化，统治集团呢逐渐懈怠，最后民怨沸腾，政权轰然倒塌。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所谓的历史周期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叫红朝就像之前的历朝历代一样，意思就是说它并没有跳脱这个历史周期率。那当时呢，黄炎培就问毛泽东说那你们共产党有没有办法跳出这个周期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夺取天下好，那毛泽东就回答说有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周期。那这条新路就叫民主。那毛泽东是怎么理解民主的呢？他当时说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这句话后来被中共反复的引用，直到今天中共官方仍然把它称为毛泽东对历史周期率给出的第一个答案。那于是很多人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毛泽东早就知道避免政权腐化的答案是民主共产党也早就知道权力必须接受监督，说他们呢不是不懂民主，而是在掌权之后为了保住权力故意抛弃了民主，选择了专政。那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一些但是我最近重新思考这个事儿，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毛泽东其实他所理解的民主其实从一开始就错了，或者我们更准确的说呢，就是他只理解了民主的一部分拒绝了更核心的部分，但是他认为自己非常懂民主包括在他后来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都在实践他脑子里所理解的这一点点民主因为他说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对吧？政府才不敢松懈。可是我们要问了人民究竟要怎样才能监督政府呢？靠人民自己吗？几亿几千万的这种分散的个人，他怎么监督一个掌握着军队、警察、法院、监狱财政甚至宣传机器的这么一个国家呢？普通人，对吧？没有办法，你每天走到政府机关去检查这些官员的决策，对不对？也不可能你亲自去审查每一笔公共开支每一宗这个司法案件和每一项行政命令。所以让人民监督政府这句话本身当然没错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制度，那它就只是一句政治口号所以真正能够监督政府的，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没有组织的人民二字，对吧？那真正能够监督政府的是人民所建立的制度。什么制度呢？你比如自由选举你比如独立的议会，比如这个司法的独立新闻的自由，包括反对党，对吧？独立的工会、社会组织、公民团体，以及呢就是政府权力之间它要有相互制衡。你把这些制度建立起来了，人民才能够监督政府，对吧？所以这个里面这些制度建立的比较好的，我们放眼世界有一个叫做三权分立大家都听说过，对吧？中国人所理解的就是觉得好像三权分立是用来代替人民
不是的，对吧？三权分立只是人民监督政府的一个制度工具，因为人民啊是这个权力的一个最终的授权者。你权力哪里来的？人民给你的，对吧？但是你人民不是一个这种抽象的整体，它不能够直接的去管理或者监督所有的这些国家机器。那你人民怎么办？你就必须把自己的权利啊转化为一个可真正运作的制度。这个制度怎么运作啊？比如人民通过选票，我授权给这个政府，对吧？并且呢，我有权利啊，我通过这个选票啊，把这个政府再更换了，我不满意我可以换，对吧？那我通过议会去审查你的行政权，我通过法院来限制你政府越权，这个三权分立了，对吧？我法院可以限制你这个政府越过这个权利。还有呢，你得有媒体啊，我们通过这个自由的媒体去揭露这个政府的腐败。那还有必须要有反对党啊，你通过反对党，你才能提供给人民另一种政治选择。这一切加在一起，你才叫人民监督政府。那否则就是只是一句听起来挺好听的话，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可操作性。那毛泽东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他懂的是什么？他知道权力会腐化，对吧？历朝历代啊，他读这些24史、资治通鉴，他都明白啊，政权会腐化。那他也知道，这个政府如果完全不受监督，那统治者就会逐渐的松懈堕落，对吧？重蹈这个历朝历代的这个覆辙。但是他不懂的，或者说他不愿意接受的，是一个现代政治制度啊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权力你不能靠道德约束，你必须靠另一种独立的权利来限制啊，一个权利，另一个权利啊，限制它。所以现代宪政民主的出发点就是，就是我们要确定一点啊，就是统治者什么是好人还是坏人，不在这儿啊，这是道德层面的问题。真正的现代宪政民主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确定啊，任何一个人一旦掌握了过大的权力，他都有可能去滥用啊。你不管这个人啊，曾经多么的理想主义啊，不管他曾经有多么的勇敢啊，献出生命去为了这个天下啊付出啊，他代表的是什么人民啊、工人呀、农民啊什么的，这些都没用啊。最终他拿到权力了，那这个权力如果他不能够被外部的一个力量所限制，那他就一定会走向腐败和专断啊。无论这个人啊曾经是有多么的荣光，这都没有用啊。所以司法为什么要独立呢？那因为你不能让政府一方面去抓人啊，另一方面他又自己决定这个人是否有罪，对吧？议会为什么不能完全服从行政首脑呢？因为你不能让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党啊，你既制定规则啊，又执行规则，最后你还自己解释规则，对不对？那新闻为什么要自由呢？因为如果媒体都掌握在政府手里，那被监督者就可以决定你们人民啊给你们看什么，对吧？我来告诉媒体给你们看什么，那媒体的作用就被废除了。那以及反对党啊，这是很多中国人不理解的。反对党为什么必须要合法存在？因为如果人民只能批评执政党啊，可以批评啊，但是你没有办法把他选下台，那这种批评它就不具备最终的一个惩罚能力，对吧？所以监督啊，人民监督真正的力量不在于说你能不能够提意见啊，这个毛泽东说了啊，百花齐放啊，百家争鸣啊，你们都可以这个提意见，大鸣大放，有用吗？没有用，你没有真正的权利，对吧？你提了意见了，但是统治者拒绝改正，那你有办法让他失去这个权利吗？你有办法惩罚他吗？你没有。最终呢，他还能反过来说你们引蛇出洞啊，把你们一网打尽，去惩罚你们。所以最终连提意见的人都没有了。所以这些就是民主最关键的内容。但是你看，在毛泽东他所理解的，或者说他后来施政的这个政治结构里，对吧？人民就这2个字，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于共产党的政治主体。
对吧？人民甚至人民是谁，谁是人民，都要由这个党来定义。怎么定义的？就是谁支持共产党，谁就是人民，对吧？谁反对共产党，你就被划入到这个敌人的范围了，阶级成分就变了。所以这整套逻辑就变成了共产党代表人民啊，共产党领导人民，然后人民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监督共产党，很奇怪是吧？那谁可以监督呢？由共产党决定。你能监督什么呢？也由共产党决定。那你可以批评到什么程度呢？也由他决定。那最终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还是他决定。那这就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循环了吗？就是被监督者同时掌握着监督的范围、方式和结果。这叫人民监督政府吗？不叫，这是掌权者安排人民监督自己的下属。那你想想，毛泽东干的是不是这个事情啊？包括在文革的时候。所以我们理解，就说毛泽东啊，他并不是说完全不允许批评啊，也不是说完全就是摁住人民啊，我不允许你们去有这个运动，是吧？恰恰相反，是吧？毛泽东一生特别擅长发动这个群众运动啊，什么整风运动、反官僚主义啊、批评干部啊、大鸣大放啊，包括文化大革命。对吧？他其实一生都在贯彻他脑子里的对于民主的理解，就是人民监督官僚，他一直在这么做啊。所以有人说他是跟黄炎培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是故意的，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掌权啊，想要去欺骗这个天下，也不完全是，对吧？他后来也确实在这么做，只是因为他对民主的理解就这么一点儿，这就坏事了。那毛泽东一直担心啊，说共产党掌权之后变成新的官僚集团啊，他也担心干部脱离群众啊，担心这个革命者成为新的特权阶层，对吧？也担心共产党啊，包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呢重蹈这个历朝历代的这个覆辙，是吧？所以他也不是说完全没看到问题啊，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以为他懂民主，所以他给出的解决办法不是制度，不是说我们建立一个刚才我说的那一切的制度，对吧？不是，他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是运动啊！毛泽东不相信这个什么独立司法啊，他也不接受这个多党竞争啊，他也不愿意让这个媒体脱离党的控制啊，甚至不允许军队国家化，对吧？他更相信的是什么？就是由最高领袖他自己啊，不断的发动群众去冲击已经官僚化的党和政府。这就是毛泽东式的人民监督，但是这种监督啊，它有一个无法克服的致命问题，就是群众啊是否可以监督谁，什么时候开始啊，什么时候结束，这一切都取决于他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最高领袖，对吧？那就是说，人民可以在毛泽东的授权下啊，批评刘少奇啊，批评邓小平，甚至批评周恩来啊，批评这些地方官员，但是呢，这人民自己啊，你不能建立一套独立的制度去批评毛泽东，对吧？你没有办法限制毛泽东这个本人，所以群众可以冲击官僚体系，但是你不能否定啊，发动这场运动的那个最高权力。这就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结果啊！就是毛泽东他试图用个人的专断去解决这个官僚的专断，用最高领袖不受约束的这个权利啊，去打击其他那些不受约束的权利。那这当然最后不可能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啊，因为整套制度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没有被触动啊，那就是最高权力本身不受限制，对吧？文化大革命就是整个这套逻辑最极端的一个表现啊。那它确实，文化大革命啊，当时摧毁了大量的官僚啊，打倒了大量的干部，破坏了原有的这个党争秩序，但是它并没有建立任何可以长期约束这个权力的制度，没有建立起任何制度，对吧？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法院、自由的媒体、真正的选举啊，也没有允许人民组成独立的政党。而且恰恰相反，所有人的命运啊，当时更加依赖于这个最高领袖毛泽东一个人的意志。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用民主来打破专制啊，而是用一种更剧烈、更不稳定的专制去打击另一种官僚化的专制。所以当毛泽东说啊，民主可以跳出周期率的时候，那他究竟懂不懂民主呢？那只能说他只懂这么一点点，对吧？他知道权力需要监督，他也知道政府不能完全脱离人民，他甚至知道啊，普遍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啊，这些东西的这些重要形式。那包括在野时期的中共，对吧？他也确实提出过啊，自由选举啊，联合政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也都说出来这些话。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他对民主不是一无所知的，但是最终他也没有接受这个民主最根本的一个政治后果所以我们要说，人民你不只有权批评政府人民还必须有权组织起来，对吧？人民不只是可以监督共产党的官员，人民还必须可以建立完全不受共产党控制的媒体、法院、政党和社会组织人民不只是可以要求你共产党你要改进工作人民还必须拥有把共产党选下台的权利那一旦没有最后我说的这一点，那前面所有的什么所谓的民主都只是装饰所以毛泽东的问题不只是说明明知道民主有效，却为了权力故意不实行，比这个要更深就是说他所接受的民主或者他所理解的民主本来就是一种不允许人民更换最高统治者的民主他接受人民监督官员可以人民否定这个官员群众批评政府这些他都接受，但是他不接受什么公民建立独立于共产党的权利，对吧那么包括呢这个民主成为能够真正限制共产党的一种制度，这些他都不接受所以说来说去，他当时对黄炎培的这个回答说出了人民这个词，但是呢实际上在他心里他并不认为人民真正可以成为政治主体，对吧？那我们最后讲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你要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恰恰你要是一个就是允许这个人民去批评政府的，对吧？你任何的领袖你都不能够去替人民决定什么能批评什么不能批评，包括他自己到底能不能被批评，对不对？所以真正的答案不是毛泽东说的那句人民监督政府这就是民主，我们就能够因此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了，对吧？真正答案是什么？就是说人民你必须要通过一整套不受任何政党无论执政党在野党不受任何政党控制的这么一个制度通过用这个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对吧？那这里面就很多了，刚才讲过的权力的分立新闻的自由、司法的独立公民社会、反对党这个竞争什么都包括在内最重要的就是人民你必须拥有最后的那一项权利，就是当统治者不再值得信任的时候，可以和平的，大家记住这个词和平的把这个统治者赶下台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能够让中国的每一次的这种更迭都是在这个暴力的这种进程下去完成的，他必须能够和平的把这个统治者让他下台再上去一个不行再下台，必须和平，这些就得要一个制度化的保障当然了，军队的国家化对于这一切的保障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最高权力吧必须受到限制我不知道毛泽东有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就是那个最高权力，他这个最高权力必须被限制可以被否决，可以被追责，也可以被替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到底在他具体年龄多少岁的时候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另一个话题了OK 大家记住，任何不能被替换的权利
无论他自称是什么啊，民族啊，最高领袖啊，红太阳啊，英雄啊，什么，还是说我就是人民本身啊，无论他的名字是什么，你就记住，任何不能被替换的权利，最终都会把那片土地拖回到那个周而复始的那个轮回的古老的那个周期律之中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感谢收看、订阅、分享。